恶魔果实和霸气体系谁更胜一筹？根据以往剧情中的表现，真到事业顶尖强者对决，霸气水平的高低似乎更加重要。但修习霸气入门简单，想要真正攀上巅峰，但以霸气的力量达到相似绵延数公里、塔普黑雷覆盖城镇的水平，实在是难于登天。相较之下，反倒果实能力者手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灭国级 AOE。本期就让我们来看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0大绝招吧。1. 毁灭世界震动，就像立于剑道之巅鹰眼一样，主线的真人果实之力发动时，并不给出他的技能名，尽显逼格。前元帅战国曾称之具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不管作品内还是作品外，真人果实素有最强超人系的赞誉。而我个人看来，真人果实最 bug 的地方在于一般强者根本无有效手段进行反制，只要真人果实能力者想，他们可以引起地震、掀起海啸、粉碎空间、碾压一切拦路者，少有敌人能够阻止震动。说到具体使用情况，两人使用者战斗力表现略有不同。首先，白胡子能够精准规划震动方向和范围，不管是分裂马林凡多为己方创造生路，还是定向粉碎海军本部基地，或者将震动之力附着在兵器上，对敌军阵营倾泻 AOE， 都能看出其熟练度之高。反观黑胡子，2年后练怎么样不太好说，光从震动蜂巢、威慑莫利亚到围剿红星团时震荡大海，看不出具体水平。它的最大优势在于随着版本更新，即逼出红星团时，海浪间夹杂黑雷，以后黑胡子很有可能会在真人和暗暗之力的使用中混杂霸气的力量，因此他的战力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再说回本期的主题绝招，黑胡子、白胡子两人动静最大的一次震动，皆在顶上战争。白胡子开场引动海啸，水淹海军本部，其水墙高度甚至比七水之多水之诸神还要高很多，出手即相当于2波强化版的水之诸神对冲。而黑胡子则为我们呈现了真人果实迄今为止的上限，彼时亲口承认还无法熟练驾驭能力的他，全力激发果实之力，但仅以马林凡多为中心，视野所见的海面被震动分割成无数块，各自晃荡，其场面之震撼，比起当年毁灭金狮子舰队超大海啸还要惊人。由此产生浪花几乎顷刻就波移到香波地群岛，逼得当地管理者马上疏散民众，甚至迄今为止还没有另一个技能波及范围能够超越这招的。巴沙斯当时直接傻眼，老大你是要连我们一起干掉吗？2. 万雷雷银，艾尼路出场极早，却是早期 BOSS 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甚至时至今日，回归蓝海版的艾尼路仍能在战力讨论中偶尔出现。究其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当年他的绝招万雷和雷银太让人震撼了，让海迷们过了很多年都难以忘记。而这两技能各有特点，波及范围超大，威力超强，哪怕放在后期剧情中都是能排进 T1 级别的存在。但缺陷就是他们都需要极其漫长准备工作才能施展，正常对敌时根本没有机会使用。至于施法过程具体解释，艾尼鲁本人有介绍过，他可以用响雷果实能力驱动方舟真言，从而持续制造出特殊的灰黑雷云。当他以雷电沟通雷云，就能借助这团外物，随心所欲地对目标地点进行暴雷打击。而终极大招雷音和万雷的释放，需要他开着真言在天上多绕几圈，等雷云慢慢布满天空，直到众人抬头望去，整片白白海都笼罩在灰暗的雷云之海下方。到了这时，雷云之下皆是艾尼路的技能范围，他可以同时降下数十道粗壮无比的雷击，此招即是万雷。后来和之国篇大妈曾使用过相似的天满大自在天神，但大妈这招是以雷云宙斯为中心，朝着四周发散闪电，闪电直径差不多刚好笼罩一名角色，远没有艾尼路的雷击粗壮。且天满大自在天神范围也仅是笼罩骷髅头顶，跟万雷那般灭世景象毫无可比性。而万雷的本质是借助雷云增强艾尼路的技能，之后的雷音则是他通过操控雷电，直接从远海上撕下一大块雷云，汇聚成球体。据娜美说，那团大黑球中充满惊人的气流和电流，待它从天而降，坠落大地，其中积攒雷暴就会瞬间炸裂，湮灭爆裂范围之内的一切，威力轻松达到比肩古代兵器一炮灭一岛的级别。甚至这还不是雷音的上限，在抹去天使岛后不久，为了毁掉面积更大的阿帕亚多，艾尼路再次释放雷银，原作有路人台词确认，比刚才还要大好几倍。从画面来看，第二次雷银的表现力堪比半人霸气的天爱振兴，可惜有路飞阻止，艾尼路未能完成这一招。3. 冰河时代，此乃前大将亲制的招牌技能，每用出都曾留下惊人的战果。单看冰河时代的表现力，要说动静最大2次，无疑是点燃战争和库赞初登场时。先说点燃战争，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白胡子掀起海啸约等于2个强化版水之诸神对撞，然亲制一出手，便将数百米高2堵海浪顷刻冻结。可这自然不是冰河时代的上限，因为一是战场形势复杂，大将无法全力激发能力，担心伤到友军。战争尾声时，用以追击草帽小子的冰河时代也是类似的情况，看着威力大，实则束手束脚。2是冻结海啸的时候，库赞乃仓促出手，没有一刻准备的时间。真要看完整版的冰河时代，还得参照长链岛后亲制初登场时的剧情。当时蓄力几秒，冻结众人所处荒岛的下一座岛屿间的所有海域，以伟大航路的广袤，这期间少说也该有几10公里的
的路程吧。另外，据他本人说，这些寒冰能持续整整1周，冰河时代可怕可见一斑。不过，相比于其他同样范围夸张的 AOE， 我们以前在讨论战力时有分析过酷赞短处。它寒冰能冻结海王类，能冻结大妈团将星、黑团干部，可真要对上在霸气上登峰造极的高手，例如卡普，或者对上拥有震动之力的白胡子，亦或掌控岩浆赤犬这样的天克之人，更擅长控制而非伤害的冰河时代的短板，终究有些太过明显了。4. 火龙大锯作为死亡凯多压箱底的最终绝招，单论技能表现力，火龙大锯看得上是迄今为止最强的火系技能。因为比起炎帝和流星火山之流，火龙大锯登场够晚，不再是纯粹果实能力驱动的技能。最终凯多驱使炎龙和路飞巨拳相撞之际，周围出现了霸王色对撞、黑雷四散场景，所以炎龙外围显然还用上了霸产加成，这是本期我们说到绝大部分技能都未能具备的。再看技能范围和威能，此招需要凯多突出大量龙息，依靠自身龙雀火焰抗性，将所有热气包围在身体周围，捏出一条比巨龙本身还要庞大数十倍的炙热炎龙，其体色温度几乎与岩浆无异，触碰时足以熔断巨石，焚尽一切。而且它本体是由烈火构成，一旦进行撞击发生碰撞，龙身附近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将大量压缩龙息霎时间释放出来，真就像极夜空下的一簇火炬。另外仔细想想，火龙大锯还有个其他大招无法比拟的优势，由凯多本人在其中操控炎龙，使得此招具有其他天灾级技能无一具备的灵活性。理论上来说，它完全可以穿着炎龙铠甲转移战场。遗憾的是，凯多用出来时候已经是残血状态，抱与路飞决一死战的想法，燃尽所有的炎龙终究一步未退。再看与之对阵的星皇路飞的绝招五档元神枪，虽然最后是元神赢了，但若从画面表现力上来看，元神枪的大小、震撼程度确实比火龙大锯稍逊一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路飞这招不强，单论范围，路飞将自己的拳头巨化到只比鬼岛小一圈的大小。考虑到这一拳用上了霸产技巧，即使不谈朝云海四散、蔓延数百里黑雷有没有伤害，光算上黑拳周围的霸产区域，这招出手范围就不会比鬼岛体积小了。威力方面和火龙大锯类似，元神枪是果实能力加霸气的双体系融合技，别看它的范围好像比前几位相差甚远，可霸产碾压之下，强如四皇凯多也被打崩了炎龙，一拳轰穿至地底下方。有趣的是，当年德岛篇路飞粉碎民歌绝技打崩城市，用的是大元王枪，从元王到元神，对比凯多和民歌的反抗力度，对比两位受害者的惨状轻重，元神枪的威力和路飞惊人的进步不言自明。6. 不完整版流星火山，经由与马林凡多与暮年白胡子的决力，以庞卡瑟德战胜酷赞的战绩，元帅赤犬之强大毋庸置疑。可惜升上元帅后，坐镇本部和圣地的他出手机会少得可怜，再加上后期版本更迭，群雄并起，我们实在难以准确评估赤犬如今在顶尖角色间的段位。时至今日，主线中给到的他最强悍的招式，仍停留在2年前点妖战争中击朝天空喷射无数岩浆拳的流星火山，这不禁让人想起赤犬生命卡中有说，岩浆果实拥有放眼3系都能引以为豪的最高分的顶尖攻击力，而流星火山正好就是一个需要赤犬阵容输出的彻底发挥自身优势的技能。想起当年铁臂升起包围白团，无数岩浆拳从天而降，毁灭船只，烧尽海贼的一幕着实让人震撼。然而以如今的眼光来看，这招远称不上赤犬大招，它只是朝着铁臂范围内倾泻火力，技能范围一开始就被限死了，甚至来不及将岩浆拳铺满铁臂内所有区域。赤犬刚放完第一波技能，海贼们很快杀向广场，他遂立刻和黄原亲之一起回防。总之，这次流星火山顶多算是不完整版，远远没有到达赤犬技能威力和范围的上限。也许只有当今后公布庞阿瑟德之战的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完整版的流星火山力压冰河时代恐怖威力吧。把它排在第6，全因未来可期。7. 八尺琼勾玉，和那些看起来仿若天灾般的危险大招不同，黄原总是一人化作漫天光点，来一场绚丽的烟花秀。比起致命，以华丽形容八尺琼勾玉似乎更加贴切，它可谓是我们本期盘点中出场率最高的技能了。很多时候，八尺琼勾又被大家称为八尺描边玉，只因特效再吓人，黄原也能以出色见闻色打出零伤害。但真要动真格了，这技能拥有很多超模属性，一是覆盖范围广，只要黄原想，可以以它所处位置为中心，顷刻覆盖整片战场；二是施法速度的光段飞行速度快，黄原甚至能把它当位移技能来用；三是穿透力强，精度高，纵使以武装色闻名的高手，也经不住无数光点锁定打击；四是技能变化多，光点能引发大爆炸。
炸，让攻击范围再次扩大，也能相互凝聚，临时让黄猿拥有众多光分身，而且每个分身都能换上出一把武器，真让他玩出花来了。可惜光分身和明哥的线分身一样，防御力属实不太行，路飞一击就能击溃几十个分身。8. 炎帝 vs 黑暗，相信从前几个招式就能看出，虽说现在是幻物种和霸气横行的版本，但前期强势自然系，至今在 AOE 领域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甚至很多初看一般的技能，比如烧烧果实和火拳，也能在艾斯手中一口气覆盖海面，吞没大批敌人，并曾被萨博用于分割海面。而说到艾斯，早在2年之前，他和黑胡子对决时，就曾上演火焰和黑暗平分一整个岛屿的情形，其中艾斯使用的是终极大招大炎界炎帝，这技能需要制造数圈螺旋火焰的前摇动作，然后将数道火环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火球，若能完全释放，很有可能足以覆盖整个巴纳罗岛。另一边黑胡子一斩射与之势均力敌绝技，可惜决言中并没有给出是什么技能。9. 陨石与鸟龙，藤虎的陨石被鸟龙分割，一直战力讨论中时常被提起的点。我觉得若从威力和范围2个方面比较，其实陨石鸟龙各有所长，勉强都能并列放到第9的位置。不同于前面提到的大招，均可以覆盖一整个岛屿，鸟龙虽能笼罩德岛，看起来视觉效果足够震撼，可其本质是个控制技能，伤害全靠漫长收缩过程产生切割效果，威力方面完全无法和前面技能相提并论。而且大量级的强者真的拿他没办法吗？这点我们以前已经解析过很多遍了。藤虎需要借靠海贼拯救国家，海军却对七武海无能为力的剧本，来为七武海制度制造空前的舆论危机。带着这一目的参战，藤虎在德岛的一切战斗表现可确信为全刃划水。接着在此基础上再看藤虎的陨石，每次藤虎拉陨石的时候，施法前摇都太过漫长了，而他一般只拉1颗，打击范围十分有限，更别提在陨石下落的过程中，实力足够强强者还可以半途击碎巨石。但个人觉得这些表现仅是表象。还记得当德岛篇迎来尾声之际，藤虎终于显示出了几乎将整个德岛废墟举上天空的强大操控力。以此观之，恐怕拉一颗陨石远远不是藤虎的极限，他应该有类似于流星火山那样的大规模重力流星雨技能，这才属于大将的正常强度啊。10. 罗与基德觉醒技，到了第10名，我们彻底来到远称不上灭岛级大招的段位。罗的觉醒技能中，最后贯穿天空和大地的 K Room 和包裹德岛下方大爆炸 R Room 2个技能范围都很大，但 R Room 说到底就是个包裹目标区的淡蓝色泡泡，似乎不带伤害。K Room 因为打击范围为伸长的鬼瀑和周边区域，横向覆盖面积并不大，并不适合四面八方全是敌人，或敌人拥有超高速移动手段战斗。换言之，就是技能后摇明显，灵活性不足。而基德电磁炮在鬼岛篇看起来强度一般，在遭遇红发海贼团，却见红发见闻色预示情景中，达到了一炮灭掉红团麾下势力的威力。可能是合制过后，基德对于力量掌控更上一层楼了吧。然而光是提升威力并不太够，在真正高手面前，10秒读条时间还是太过漫长了。最终基德被一刀秒杀。除了上面提到这些绝招，其实纵观主线，还有不少强者能用出威力能与之匹敌，甚至有所超越的技能。比如同为自然系，若将如今的老沙暂放到沙漠主场中全力爆发，动静绝对能比2年前大上好几倍。另外有一些能力者擅长让自己变大，莫利亚、皮卡、圣环恶狼、武当路飞等人以巨人化形态参战时，相隔数公里都能看到他们庞大的身躯。而在果实体系之外，有一摞古代兵器和新兵器圣母烈焰守住科技鼠的牌面。索隆和鹰眼作为剑士中攻击范围很广的代表，则吃亏在远程攻击时特效较少，如果不是站在地面上产生肉眼可见冲击波，凌空砍下时，路人只能看到目标突然断裂。皮卡和鬼岛被砍就是这种情况，因而均不记录本期排名。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印象中还有其他威力也很强大的招式，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我是白金，咱们下期再见。